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83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随着各大国产品牌对于鞋楦的调整，适合宽脚的篮球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之前也有不少朋友要让我推荐一下适合宽脚的实战好鞋，那今天这一双风洞3代就是一双适合宽脚的优秀外线鞋。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你觉得这一双鞋在外观方面可以打几分呢？在外观方面，其实它还是比较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丑的。这应该也是为什么这一双鞋并没有什么曝光度的原因之一。在安踏的鞋海战术当中推出的所有的篮球鞋产品，有的有球星效应，有的有 IP 效应，而这个鞋款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曝光度。风洞这一个系列，我之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只是因为我的优惠券即将到期，逼于无奈之下，随手购买了这么一个鞋款，最后居然可以让我眼前一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老样子，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在大底方面，采用了这一种有点像是锯齿状的纹路，针对不同方向有着不同朝向的纹路来应对。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想停就停，想走就走的一个水平，不会有过多的滑动。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整体的抓地力以及吸灰方面的控制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在耐磨性方面，我并不是特别看好它。球鞋在主要发力点位置处的纹路，这一片区域的纹路，它的深度是略微有一点浅的。虽然大底橡胶的硬度经过硬度计测试，数值达到了68，还算是比较硬的那一种了。但是这么浅的纹路，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在室内的木地板或者是一些塑胶场地上面进行使用。水泥地的话，尽量还是算了。当然，300左右的价格也并不算贵，用来打外场也谈不上什么心疼。在大底方面的总体表现，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全掌的 LT Flash， 脚感方面的表现还算可以接受，但是基本上它的脚感全都是靠它的鞋垫所提供的。鞋垫是具有一定厚度的，整一双鞋的中底脚感基本上都靠它来提供。而中底的缓震材料整体还是比较偏硬的，不管是在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方面，表现都不是很好。但是这也就让它拥有了非常出色的反应性表现，并且较薄的中底厚度让它在场地感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一丝的泄力感，非常棒。大家都说安踏不会做后卫鞋，但是这一双风洞3代的中底调教就是一双非常优秀的后卫鞋所应该具备的。虽然确实它的中底是有一点偏硬的，但是它在实战的过程中，它的中底缓震我还算可以勉强接受，不会特别的专。只是在用后跟落地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它中底缓震的不足。很多朋友觉得我这样用后跟着地来测试缓震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那我只能告诉你，你打球的强度真的太低了。如果你打球是有一定对抗、有一定强度的，那当你在空中产生对抗之后，落地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一种后跟先着地的情况，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球鞋的缓震考验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项测试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双鞋的中底调教跟闪击七会有一点相似，但是缓震会比闪击七略好一点，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那如果你想要一双场地感优秀、反应性出色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的中底你绝对会喜欢。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是缓震，那它并不是你的菜。在鞋面方面，这一双鞋使用了大面积的网纱材质加上热熔材料组合而成，在球鞋的两侧还有皮质材料和 TPU 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在鞋面强度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鞋楦是比较偏宽一点的，跟速爵5代的楦型会比较相似，相对来说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但是如果你是窄脚，选择它也并没有什么问题。我的脚型就是偏窄的，但是穿它实战完全没有问题。它的锁定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系紧鞋带之后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情况。唯一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一副圆形的鞋带特别容易散，穿它打球的话，还是建议多打一个结，这样会好很多。
球鞋使用的半掌内靴其实也只是一个伪内靴，开口特别大，即使你的脚背非常高，也完全没有问题。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基本上什么脚型都可以选择它。在支撑性方面，它的足弓支撑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的。虽然它的中底在足弓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内收，在足弓处的鞋面上也做出了明显的加强，但是这一双鞋的鞋面在足弓处与双脚的贴合度并不是特别高。这种依靠鞋面来提供足弓支撑的篮球鞋，在足弓支撑方面一般都不会太好。但是因为它的中底缓震材料还是比较偏硬的，所以它在足弓支撑方面还算勉强可以接受。当然，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自然是最好的。而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鞋面的延展性是非常小的，并且球鞋的中底上面这一圈都是在鞋面之上的，侧向支撑方面表现得非常优秀，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而在后跟内部置入了一块硬度还算不错的港宝，保证了球鞋后跟处的支撑。在中底有着硬度比较高的 TPU 加持，让球鞋在整体的刚性方面表现也非常优秀。做一些变向动作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保持的是非常好的。在整体的支撑抗扭方面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优秀。球鞋的大底面积非常宽大，并且在前后掌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中底的缓震材料厚度也非常薄，硬度也比较偏硬，让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穿它打球的时候还是非常放心的，做动作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的风洞3代，重量是365克，重量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还算是比较轻质的。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轻质、灵活、反应性、场地感、抓地力，在这一些方面表现都非常棒。那如果你就是偏宽的脚型，想要一双优秀的后卫鞋，这双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并且300出头的价格也还算是非常亲民的，非常不错，值得购买。当然，如果你能够在购买之后给它换上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那就更棒了。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楦型整体略微偏宽，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